上周非农数据出来，美元被提振了一下，我们的大饼比特币依然死死守住了9万美元这个超级心理关口。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似乎正在酝酿一股复苏的态势，黄金、白银的再次新高是给外八二看的。我们内行人要看的是比特币资金流动的底层逻辑，究竟比特币能否再次突破10万关口，还是死守9万的支撑点？我们先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率市场，这次完全影响了比特币上涨或者是下跌趋势。2025年，我们经历了好几波美联储降息，普遍都能带动比特币价格上涨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2026年的利率政策，你可以看到1月29号不会降息的概率已经高达 96.6%， 几乎可以说板上钉钉，1月份不会降息。然后呢，3月份约有70%的概率是不降息，即便是到了4月底不降息的概率也高达60%。这代表了这半年来市场流动性是紧缺的。所谓流动性紧缺的意思就是，当这些叫做利率没有持续降低的时候，市场里面的资金呢也没有被释放。那对于风险资产的价格上涨就会形成一道无形的阻力。那比特币呢，又是跟利率政策是非常大的关联性的。另外一个基本面的话，就是了解资金流，到底 ETF 那一边有没有人持续买入。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开局过后呢，是有一大波资金流入比特币的。特别是在1月5号那一天，有接近7亿美金的一个流入，但是伴随而来的话就是持续的流出。你思考一下，在1月的头2个交易日，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一口气流入了超过11.6亿美元，这被视为来自养老基金和高净值客户的真金白银。当时大家都觉得牛市回来了，但这种乐观情绪就像泡沫一样破得非常快。随着宏观数据发布，就业太强，通胀预期还在，市场瞬间从买变成了避险撤退。短短几天之内，11.6亿美元的流入迅速逆转成为近7亿美元的净流出。特别是在1月7日那一天，发生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富达的客户开始抛售，一天卖了3亿多美金。我们的老大哥贝莱德一开始还在硬撑，充当最后的买家，逆势买了2亿多，但是贝莱德也撑不住了，在1月9日转为净流出。那其中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叫做基差交易的平仓。简单来说，就是之前很多机构是买现货 ETF 做空期货来赚利息的，但随着比特币的价格冲击93000，失败回落，期货的溢价没了，然后生意就没有做，所以这些机构的话就只能平仓走人，导致了 ETF 的赎回潮。再和大家提一下 BTC USD 的资金费率那这里可以看出，持有比特币的人到底会不会使用比特币本位去做空，或者是去做多比特币。那你可以看到，当资金费率接近就是顶位的时候，也就正常水平，价格一般来说都会产生迅速下跌。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资金费率是属于正常水平，做空的话就会有优势。相反呢，资金费率接近负的时候呢，那做多就会有优势，一般伴随着价格上涨。记住这一点就够了。讲完了基本面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为大家跟进一下币圈的最新盘面走势。昨天的比特币在价格反弹到92480美金过后呢，价格就迅速下跌到9万美金附近。经历了一轮多空交战过后，日线级别的话已经收了一个蛮长的上影线。那这种 K 线就代表着反弹受阻，多头暂时没有压住空头大军。然后呢，我们按照日线级别的 K 线，现在比较清晰的就是这是一个震荡上涨的三角。那我的建议呢，如果想要更为详细的短期开单策略，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Telegram 群组。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最新数据开发的专业加密货币 AI 模型，投入了大量时间成本，旨在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目前频道的话免费开放，后续进入需要进行付费。具体使用的方式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如果是接近上升趋势线底部的话，可以考虑就是多头交易的机会但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它处在一个正中间，也就是位于三角形的正中间，往上跟往下的概率的话叫做 50%。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开单是非常不理智的如果你去问那个我们的指标，不是就Telegram群组的话，他应该给到你的 AI 策略也是建议观望。无论是这周还是下周，我都强烈建议大家留意下方的曲线有没有被砸穿，跟上方曲线有没有进行突破。那砸穿的话就是二碳下跌的行情往上突破时的话也会去考量就是短线看涨。再说到比特币非常顽强的守住了9万这一个关键支撑区域，为什么说这里关键呢？大家应该都记得，在去年12月份的话，这个位置的话可以说是铜墙铁壁一般的阻力位，怎么冲都冲不过去。但现在的话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从天花板变成了地板，那已经完成了就是说资主互换，是非常强势的信号。只要 BTC 能稳稳的站在这里，下一步的反弹目标
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重新向上挑战突破到94000到95000这一个关键阻力区。如果多军发力成功突破这个区间，上方通往10万的大门仍旧常开。当然我们做交易的话不能只看好的一面，如果短期内宏观环境恶化，价格回落，那么9万这一带会继续充当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只要这道防线不破，多头的结构就没有坏。以上就是比特币技术面的分析啊。那回到视频刚开始提到的，美联储风波叠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黄金白银又再创新高。那很多观众会和我一样比较好奇，比特币不是作为数位黄金吗？为什么每次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格都没有因此得到一波上涨的机会？首先，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市场第一反应永远是恐慌。隔壁的贵金属金价直接冲上46000历史的天价，白银也是标至84美元，这就是资金在极度恐慌下的本能反应，先冲进最老牌、最熟悉的避险资产。而比特币在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短期内会受到宏观避险情绪的冲击，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当大家发现局势短期内无法解决，而且法定货币可能因为战争融资而贬值的时候呢，资金就开始寻找价值储存的第二选择。这时候比特币的数位黄金属性才会真正发威。从长远来看，不管是联准会的纠结、川普的干预，还是伊朗的战火，其实都是在为加密货币的独立行情铺路。那以独立行情铺路最为典型的话，就是 XRP 瑞波币。为什么最近 XRP 这么强？两个字：监管。报告提到呢，随着美国清晰法案推进啊，困扰 XRP 多年的监管官司啊，就已经彻底被解决了。以前那些受限于合规要求不敢买 XRP 的传统金融机构，现在开始疯狂补仓。这不是炒作，这是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相当于比特币那边挤满了人， XRP 这边的交易还没那么拥挤，资金的话所以就进来，价格就会起飞。并且现在机构投资者策略正在改变，他们不满足于只卖比特币这一种跟随大盘的比塔收益，而是开始向寻找 XRP、索奥纳这种有独立叙事、超额回报的阿尔法收益。这对于散户来说的启示就是，你的目光不能仅仅只盯比特币。比特币虽然是定海神针，但是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它和美联储的政策绑定太深，波动会比较大。那些有特定利好、有监管红利、有技术优势的山寨币，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走出让你意想不到的独立行情。当然说这么多机会，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分享。虽然我们看到山寨币 ETF 有资金流入，但请记住，山寨币的波动性远远大于比特币。XRP 虽然现在涨得比较凶，但后续监管或者市场情绪反转，跌起来的话也是不讲道理的。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在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